对的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芦荟的话，除了我们前面说到它具有很好的一个保湿和一定的防晒作用外，它还是一种去痤疮效果比较明显的中药。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，痤疮的形成啊，多是与血热运逐局部肌肤有关，所以啊，治疗的关键在于清血热。芦荟无论是外用还是内服，都可以起到清洁体内热气制胜，同时改善热毒灼伤津液、解毒散结的作用。在导论里面，我们其实已经讲过，痤疮的主要原因的话是毛囊皮脂腺开口被阻塞，也就是说被堵了。这里要和大家再强调一下，毛囊跟皮脂腺是2个不同的概念。两者长在哪儿呢？有什么关系呢？大家看这幅图，这是一幅含毛孔的皮肤切面图，中间长长的就是毛发，长毛发的就是毛囊孔。毛囊口的话，它侧边的话有皮脂腺，那就是标红的。因此从图上可以看出，两者是共同开口于毛发长出皮肤表面的毛孔的地方。皮脂腺是干什么用的？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？在我们具保湿作用的中药那一块内容里面，是不是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的？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不是？它会分泌皮脂与皮肤表面跟毛干上，可以保持我们皮肤滋润。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皮脂腺的分泌啊，对人体的肌肤是非常有好处的。但是呢，皮脂它的如果是分泌过多，那也是不行的，多了容易引起毛囊的皮脂腺堵塞，进而引发痤疮。那在痤疮中，为什么毛囊跟皮脂腺开口会被堵塞呢？现代的医学认为，痤疮是有很多因素啊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，但是呢，主要是在体内的内分泌的影响，主要是雄性激素啊它的分泌水平的增高，促进皮脂腺活跃增多，多了就容易引起毛囊孔的闭塞。在闭塞的毛囊孔里边的话，它有一个菌叫做痤疮丙酸杆菌，它会大量的繁殖，导致炎症，形成痤疮最基本的损害炎性丘疹。这时候一个一个它的青春痘就出现了。在闭塞的毛囊皮脂腺内部的话，有大量的皮脂，还有大量的脓细胞，把毛囊皮脂腺结构破坏，形成结节、囊肿这种结构，最后啊破坏皮肤，甚至形成疤痕。因此从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出，通过抗炎、抗痤疮丙酸杆菌，还有抑制皮脂腺分泌，促进胶质溶解等，均可以有效的治疗痤疮。芦荟中的话，它含有多种化学成分，以芦荟大黄素为代表的蒽醌类化合物，芦荟苷为代表的蒽酮苷类化合物，具有明显的抗菌消炎作用，能使得痤疮的炎症啊减轻。同时呢，芦荟中含有血管舒缓基肽酶，也可以减轻发炎，这是芦荟抗炎的一个作用机理。而且的话，芦荟中的多糖啊，我们前面也了解过的，是不是？它具有显著的保湿、锁水、软化皮肤的作用，使得我们痤疮边上的毛囊腺角质化得到改善。芦荟叶汁的话，它里边已经检出包括了柠檬酸啊、苹果酸啊、琥珀酸等等，有近20多种的有机酸。这些有机酸的话，以离子形式结合成盐存在，其中柠檬酸、苹果酸跟酒石酸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果酸。有机酸的话，对皮肤是有一定的美容效果的。芦荟中的有机酸就包含了现在化妆品中添加剂里边流行的果酸，对美白啊、治疗粉刺等有显著的效果。果酸去角质的作用啊是非常明显的，同时果酸呢，它能够使我们皮肤的油脂分泌啊更加通畅。芦荟黄汁中还有一种具有药物活性的物质，叫芦荟色酮，主要是在哪里呢？
主要分布在芦荟外表皮里边。芦荟色酮的话，在抗抑菌方面的话，它的优势是十分显著的，对细菌啊、真菌感染都有比较好的治疗作用。因此，从以上的几个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出芦荟它具有较好的治疗痤疮的作用基础。好，那我们前面章节中的话，是不是已经强调过万能芦荟胶的用途啊？它可以修复痘痘。成熟了的脓包的这个青春痘，可以用洗干净的手把脓包给挤掉。这里一定要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它是已经成熟了的脓包啊。然后的话，在这个伤口上擦上这个芦荟胶，可以稍微多用一点，对这个痘痘的恢复啊是比较有效果的。这里还有一个用芦荟祛痘的美容小方法，可以供大家平时使用。但是呢，在使用之前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先做这个过敏试验。一般的情况下的话，可以先在耳朵后面少量的测试，也可以在这个手臂内侧简单的进行试验。总之，脸部的这个小范围的测试的话，也可以有效的预防，或者说知道这个化妆品是不是对我们个人是适用的，尤其是过敏性肤质的人群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过敏后果。如果测试结果对我们这个不会产生过敏反应的，是安全的，才可以接下来进行相应的 DIY。 首先呢，我们可以摘取新鲜的库拉索芦荟，用小刀把这个两边的刺给割掉，然后的话去掉芦荟上下两个表皮，最后的话把里边的这个凝胶部位取出来，做这个过敏试验，安全的前提下涂抹在脸上。刚开始的时候的话会很凉，然后会有一种紧绷的感觉，这是正常现象。最后的话你可以当面膜一样在15分钟以后洗掉，除了第二天会有感觉到痘痘明显好转。至于这个祛痘印的话，效果的话一开始不是太明显，要慢慢来，多涂一段时间。当然，目前临床上痤疮的治疗的话，多采用维 A 酸类的外用药膏进行治疗，两者的话可以结合进行。好，本节的介绍就到这里。